它根据我们这个构图的需要，你这画面占的比例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这个，哎，画这个江南水乡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今天是个之字形构图，它是重点的部分占的比例稍微的大一点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看我们近景的部分以什么呀？建筑，南方的建筑以建筑为主，树木为主，所以说它的比例哎稍微要大一点，占到画面的，对吧？你看，占到画面的2/3。哎，这就是我们主要的景致，是不是？哎，占到2/3，远山只占到画面的1/3。也根据我们构图需要，哎，调整画面的比例。你看近景的，我们要描写的复杂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占的比例可以稍微的多一点。它也根据画面去处理啊，处理我们的比例。今天我们这个构图，看啊，还是一个之字形构图，哎，也是树幅常用的之字形。有这个左上，你看它这个变化，山的走势，它这个近景的部分占到画面的右下角。哎，我们每一次啊构图就是画之前，先把我们今天要画的这构图是什么样的构图，之字形、I 字形是吧？甲字形还有什么泽字形、虚字形构图，哎，先告诉大家，就今天以什么构图为主，哎，是这样的。还是今天我们还是画一个江南水乡的，哎，这种构图。我们还是先起个小稿，然后放大成4尺整张。每次画之前，先构个小稿的时候，先想到，哎，今天我们画什么样构图，要讲些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画之前，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，你看啊，洗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墨。这个墨的一个方法呀，调墨的方法呀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。笔尖去调墨，调好墨以后，看啊，调墨以后可以用这个湿笔纸啊，把我们多余水分稍吸一下，对不对？稍吸一下，然后再去落笔，先落笔，然后近景的，你看啊，先由近景的部分开始向后画，哎，先画什么？哎，右边的这块小山石，画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先画轮廓线勾出来。哎，先把山石的外轮廓勾出来。你看啊，哎，先把它这个山石的外轮廓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，就是什么？处理我们山石的内部小结构。哎，内部小结构。我们在这个前段时间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讲过什么呀？哎，山石的它的这种结构怎样去划分？是不是？哎，先勾什么？哎，先勾山石轮廓线。哎，内部结构分3面，你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勾出轮廓线以后，哎，勾出轮廓线以后，之字形对，之字形构图啊，哎，勾完以后，把内部结构勾出来，它的明暗是不是？明暗靠什么？靠我们皴擦，哎，皴擦去体现，体现它的山石的明暗关系，哎，是不是？靠我们什么？靠我们这个皴擦。哎，把山石的明暗关系我们表现出来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山石的啊，这个画的山石的这个步骤啊。哎，这是山石的步骤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一个完整的山石，
哎，我们就能勾出来。你就按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啊，你看，我们再画一组，然后我们再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山石，对吧？一组山石，我们向后再去画。你看啊，先勾，对吧？先勾山石轮廓线。勾轮廓线的注意什么？哎，注意我们线的这种粗细变化。哎，线的粗细变化。哎，对吧？先勾山石轮廓线，然后呢，内部结构分三面。哎，内部结构分三面。三面的意思就是，你看啊，前面一组，对吧？这是前面的这个结构，左右，对吧？这是十分三面，对不对？这1、2、3，哎，这山石的3个块面结构。然后再处理就是什么？处理它的明暗和它的凹凸不平的这种关系，纹理关系，靠什么呀？靠皴擦。哎，明暗皴擦来表现。看，哎，皴擦把山石的这种明暗关系，我们是表现出来。靠的什么呀？哎，靠我们现在的皴，哎，靠我们现在的皴去把山石的明暗结构，哎，表现出来。这是我们画山石的啊，画山石的它这个规律啊，规律，你看，就按我们讲的这个步骤，这个规律来说，你看，很快很简单的就把山石的它这个立体感能表现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能表现出来。前面你看啊，画完了右边的山石，哎，前面一个小的树木，哎，勾出来。先画什么呀？先画树的树头部分，十分三面，这不是常讲的啊？十分三面，树分四枝。你看啊，树分四枝，哎，要把树的这种前后左右它的关系，我们要画出来，要交代出来。你看，过来先画树头部分，哎，然后左边结构线完成右边结构。你看啊，前后左右，我们去体现。你看啊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看它的树的啊，是不是前后左右？哎，把它的前后左右的树四肢我们画出来。哎，画出来，那就是说，不是说我们画这个树是平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有前后左右的空间关系。哎，前后左右的空间关系，哎，一定要把它的前后左右的空间关系我们得表现出来。表现出来以后啊，看我们下面就是点叶的部分。点叶的部分怎么处理它的这个组合？哎，是我们用墨的关键。哎，是我们用墨的关键。把笔洗干净以后，哎，把笔洗干净以后，笔尖去调墨啊，笔尖去调墨。我们不要把整个的这个笔锋蘸在墨里边啊，笔尖去调墨。你看啊，调好墨以后，也是啊，一组根据我们你看树枝的分布，一组一组，哎，我们去点。你看啊，有树头的地方开始点，看
笔尖调墨，是不是？哎，笔尖调墨，由深到浅，哎，由深到浅，哎，处理下来。它这个笔中的这个墨用完以后啊，用完以后，你看，再沾清水，是不是？再沾清水，笔尖再调墨，看，点另外一组树枝上的叶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先把这个树枝的组合分出来，哎，再点，再按我们的树枝的组合去点叶子啊，你看下来，是不是？看点完树头的地方，再来一组，你看，哎，一组一组的去处理了我们的树叶的组合，哎，看对不对？哎，靠我们墨的这个浓淡去调节我们树这个树叶的组合，哎，树叶的组合，哎，这一组再来一组，你看，哎，注意我们这每一组的墨的变化，你看啊，哎，墨的变化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有这个树尖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树杈的树尖的地方，哎，有重墨逐渐变淡，看，哎，重点要体现的地方是不是？你看每一组的叶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变化的？由深到浅，由深到浅。哎，一定要注意啊！注意我们这个叶子点叶的部分的墨的组合，哎，墨的组合，嗯，过来，哎，还有一个啊，来看它的叶子组合还有什么变化啊？你到后面，哎，过来，它是不是树尖的地方，它的叶子是不是哎比较浓密？哎，越向下越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哎，它的叶子就是越淡，是不是？墨变淡了以后，而且叶子变得什么稀少？看这一棵树来说啊，它的叶子变化由浓到淡，是不是？由密到疏，都有一个层次的变化，哎，都有一个层次的变化。哎，完了以后啊，这就是前面的一棵树，向后的，你看穿过来，树后边小的山石，小的山石，这是个什么？哎，小的山路，你看，哎，小的山路，它这个画这个小台阶的时候，你看两笔去勾，哎，看啊，两笔去勾出一个什么？它的小台阶儿。根据什么？根据右边我们这个山的啊这种变化，我们去勾，哎，去勾它的这个小路啊，这小路小台阶过来，那向后的时候，哎，也是同样的山石，你看和我们右边的山石，你看也是啊，先勾什么？先勾它的轮廓线，轮廓线以后，看左右，我去分它的明暗结构，哎，左右去分它的明暗结构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左右去存，我们记住啊，
我们村的时候，左右去村它的山石结构。哎，左右去村它的山石结构。还有呢，你看啊，我们村的时候，它村的位置是在什么结构线的后面？看，每一次我们加村的时候，都是加到结构线的后面。它这是一组山石，它的村的位置。然后你看前后有了组合的时候，它的山石位置，它的村的位置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前面山石的轮廓线的后面啊，在它的后面。我们要记住它村的这个位置啊，村的位置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前面的小山石，哎，画出来，水面上，哎，小的石块，哎，小的石块。到我们南方来说啊，画南方的小景的时候，用的什么？它这个杂树树丛是吧？比较茂密。哎，我们不能说一棵一棵的去勾，对吧？一棵树一棵树的去勾。哎，怎样去形成一个组合，对吧？树的组合。看啊，哎，单勾是不是？哎，单勾勾出什么？哎，勾出树的大致形状。大致形状，它这个用墨呢，哎，用墨稍微的什么？稍微的重一点。哎，稍微的重一点。看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画出来以后，这个现代叶子，就是现在这个树的叶子怎样去点？你看啊，也是啊，蘸了清水以后，蘸完清水以后，你看啊，在笔尖调了重墨，侧过来，把笔侧过来，哎，用侧锋去点，你看啊，点这个叶子。哎，它的叶子的变化相对来说啊，就比我们前面这个是不是这种点叶子来说，它的叶子的变化比较丰富。哎，比较丰富。你看，哎，用侧锋去点，这是我们现代点叶术的一种方法。哎，现代点叶术的一种方法，也是，但是点的时候也是什么？它也是一组，对吧？一组一组，哎，这样去点，是不是？它也是这样啊，一组一组这样去点。点的时候和我们山石它的结构是不同的，因为你看前面的山石，我村的时候是有前面那个结构向后，是不是一层一层向后去村？我们点叶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是不是我先点什么？先点后面这一组，哎，先点后面这一组，看是向前，哎，这样去叠加的啊，哎，这样去叠加的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叠加。哎，这是一种表现南方这个树丛、灌木常用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，常用的一种处理方法。它的一个是组合，浓淡墨的组合、树形的组合，比较丰富。然后它再看它的叶子的，对吧？变化特别自然，特别自然。过来，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到后面看这是一组完整的树形以后啊，到后面再来一组，它的怎样去表现它的啊
前后树的关系，前后树的关系。笔尖调墨以后，你看啊，还是由树头的部分开始点，哎，树头的部分开始点，看点下来，点下来，它靠近什么呀？靠近前面这个树头的时候，哎，看见前面树头的时候，哎，墨是越来越淡，看，哎，越来越淡，是不是？看它的树的前后关系，哎，前后关系是不是特别明显？哎，就能把它的前后这种空间关系，我们就能在什么，在这个用浓淡墨，哎，就能把它处理出来，哎，就能把它处理出来。这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用墨的变化，层次变化。我们靠的是什么？你看，我们画这个，尤其画这个中国画来说啊，画国画来说，靠的什么？你看，常讲什么？笔墨，笔墨，一个是用笔的线的粗细变化，哎，线的粗细变化，再就是说墨的浓淡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墨的浓淡变化，哎，这是开始画的时候，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要什么？哎，要重点要练的啊，重点要练要掌握的这两个技法，哎，两个技法，线的粗细变化，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，哎，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，看这是一丛，对不对？到后面以后，哎，这一部分也是啊，小树丛，哎，重墨，稍微重一点的墨啊。画树干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相对来说画树干的时候，墨稍微重一点，画头单钩，是不是？哎，前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双钩的树干，后面我们要表现的是什么？单钩的啊，单钩的树。哎，看单钩出树的大致形状，哎，大致形状也是啊，你看画的时候和我们左边不是右边的啊，右边的树形，对树叶的画法啊是一样的，只是树形不同，用笔对吧？用笔用墨是一样的啊，也是先什么？先画树头的地方，侧锋，你看啊，把笔侧过来，把笔侧过来，它相对来说，笔锋接触纸面的面积是不是？对吧？要大一点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就是笔尖的地方去点，到后面画的叶子什么？侧过来，它笔锋接触纸面的面积要大，所以说产生的这种叶子是不是？哎，比较宽。这是一组，哎，完成以后，哎，再来一组，你看，也是根据什么？根据我们这个树杈的分布，咱们去点叶子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画的时候，我们常讲为什么先画这枯树？哎，先要练枯树，就是因为我们先画什么？先画这个树枝、树干、树枝，画完以后再长叶子，哎，再长叶子。所以说，先有了树枝的分布，然后我们再去长叶子。哎，先定了什么？哎，先定了大致的形状，哎，大致的形状过来，你看啊，组合浓淡墨的组合，看它也是树头的地方
墨稍重，靠近树根的地方是淡墨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也是啊，我们左边的水也是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这种形状，哎，树的形状定出来，得到下面，你看淡墨去处理，给淡墨去处理。它这个这个小路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小路也是穿过来，哎，穿过这个树丛缝隙，向后延伸，哎，向后延伸，哎，越来越淡，后面的小树是不是？哎，用淡墨去表现，哎，用淡墨去表现，哎，看树头的地方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完成了以后啊，这近景前面的部分，哎，完成以后啊，我们画后面的什么？画后面的这个小房屋。哎，过来看啊，这有些大一点的树，哎，遮挡一下。你看，也是后边加树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要注意前面叶子的这个墨的变化，要比它的墨要淡啊，墨要淡。你不要说相同的墨色，它就没有前后的这个空间关系。哎，没有前后的空间关系。你看，我们画这个山石、树木完成以后啊，后面我们小房子的地方用小叶子啊，稍微小叶子的毛笔，也是画这个点景的这个船只、建筑，是不是？常讲的是吧？用墨要淡啊，稍微淡一点，稍微淡一点，不要太湿。它是你看，我们画这个建筑啊，先画什么呀？先画这个起基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房基的地方啊，房体的地方。它这个都是什么瓦房？哎，灰瓦白墙。你看啊，画的时候先画上面这个结构，哎，先画上面这个结构，哎，侧面先画侧面，你看，哎，这是它房顶的地方，先把房顶的地方安排好以后啊，正面结构，你看，哎，这正面结构，窗户的地方，这一部分是被树遮挡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就不用管它啊，不用管它。到下面，你看啊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哎，画一些哎小的这种轻条石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靠近水面的那种轻条石，轻条石怎么画？就是画什么呀？画我们长短、长方形、小的长方形方块就可以。哎，长方形的方块就可以。你看，是不是？画完以后，淡墨擦一下，哎，这是一，哎，这是一个啊，你看，然后侧面一个结构也是先定什么？先定它的，哎，房基的地方、屋基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起基的地方啊。看侧面结构，这个要明显，哎，这是侧面的结构，两边的山，两边的这个房屋的结构下来。
这样你看对吧？先把房顶画出来，哎，先把房顶画出来，然后再画什么？这个正面的结构，哎，再画正面的结构。画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中锋啊，处理这个建筑的时候，还有画什么小船的时候，都是用中锋啊，中锋去处理。中锋产生的线条，一个是有力度，哎，有力度，然后比较圆润，有弹性，哎，圆润有弹性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一组，哎，你看啊，再侧过来，哎，再侧过来，再画一组，哎，也是啊，对吧？先画这个房顶的地方，哎，侧面山墙，然后正面结构，你看啊，这是正面结构，对吧？我们画建筑的时候，至少又得把它的3个块面画出来，房顶、正面、侧面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房屋啊。哎，过来，看小窗户，这画的时候你看，就是主要是什么？一个房顶，对吧？要画正确，然后就正面结构，侧面就山墙位置。哎，这是主要要这个关键要画出来的啊！你要不然它这个房子就不是个完整的，是不是？它就不是个完整的房屋。虽然我们不是画的是说画油画一样，我们要求的这么比例那么正确，对吧？那么精确，哎，但是它的透视的大致关系，哎，我们要画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大致的透视关系要对。看，哎，看也是啊，房顶地方，侧面结构、正面结构，哎，这不一个，就说一个小房子，这3个结构你要画出来，哎，要画出来。哎，再画一个小的啊，后面远处的小房屋，只画方点就行，哎就可以啊。看画完了以后，这个瓦片儿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个房屋来说啊，它的占的画面比例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，你要画小的这种房屋，比例稍微小一点的，我们就不用勾这个瓦片儿，哎，不用挂瓦片儿。你看啊，这画的时候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简单的勾出这个瓦片儿这个结构，哎，瓦片的结构勾出来，先勾什么呀？哎，先勾它的这个竖线，哎，先勾它的竖线，也是看啊中锋去勾，哎，中锋去勾，它和两边结构线是平行的啊，对吧？它房顶的两边结构线是平行的，我们这个瓦的这种结构线，竖的结构线啊，哎，它和两边结构线是平行，这样去勾，哎，这样去勾，你看，哎，就是一组一组的，先勾出它的竖线，竖线，再勾的时候勾什么？哎，再勾就勾它的什么瓦片啊？哎，瓦片的结构，你看，勾的时候不要勾这个平线，
我们常讲的，我们前面也画过好多这个江南水乡的这个构图。勾这个瓦片的时候，它要有一定的弧度啊，哎，要有一定的弧度。然后勾的时候，它的组合，你看，哎，它的组合，它不是说特别规律的啊，没有规律，对吧？哎，没有规律，你可以3个，对吧？一组，或者是2个一组，有点这个变化啊，稍微有点变化。它的线呢，是不是有点稍微有点弧度啊？不是说那种平线，哎，不是那种平线，你看，哎，稍微的向上有一点弧度。勾的时候可以什么？你看，靠近这个房顶的地方，我们的瓦片可以勾的什么密一点，哎，勾的密一点。到我们下边房檐的地方，勾的瓦片稍微可以这个稀疏一点，哎，有一个这个变化啊，有个这个变化，疏密变化，哎，疏密变化，你看，哎，勾的时候可以由左向右，哎，不同的方向，你可以用不同的笔法。你看勾我们勾右边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可以用什么？我又从右向左去勾。我们这个就是从左向右，这个从右向左，不同的方向，哎，不同的笔法，我去处理。哎，稍微的看啊，靠近房顶的地方，瓦片稍微密一点，越向下，哎，它的瓦片勾的可以什么少一点。哎，勾下来，你看，哎，简单的勾出来，是不是？到远处这个小的这个小房屋后面的远处的房屋，你看瓦片勾的，是不是勾的少一点？近处的来说，我们交代的稍微清晰一点。到远处的时候，哎，随着这个房屋远近的这个关系，你到远处的时候可以画的简单一点，哎，简单一点。用墨呢，你看它也是有墨的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它也有深浅墨的变化。近景的房屋墨稍微重一点，哎，远处的房屋墨稍微淡一点。它画面它的层次啊，对不对？空间关系就是靠什么？靠我们墨的这种变化去体现的。近实远虚，哎，常讲的啊，近实远虚。近实远虚的道理也是，近处的墨都是什么重墨，哎，实墨用的稍微多一点。到远处以后，哎，表现远处的景致的时候，用什么？用淡墨，哎，用淡墨稍微虚一点的笔法，哎，去把这个景物的远近关系、空间关系，我们去表现出来。看，哎，这一组啊，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它后面竖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哎，就是淡墨的啊，用淡墨，你看到后面简单勾出它的树形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简单勾出它这个树形，它是远处的，是不是？在我们建筑的后面，哎，在我们的房屋的后面，怎样把它的这个就是前后这个距离，温度去拉开它？你看，靠什么呀？
就是靠墨的变化，哎，靠墨的变化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大墨，哎，我们就用大墨去表现，这是近景的，前面的这一组数是不是墨稍微重一点？它是在这个我们的房屋的前面，哎，到后边，你看，到房屋的后面，用什么？用大墨，哎，用这个墨的，哎，墨的深浅就浓淡去对比，墨色的深浅去对比，把我们的这个远近关系，哎，远近关系表现出来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啊，你看，后面我们画后面的树丛的时候，以大墨为主，哎，以大墨为主，然后把我们什么？把我们前面这个点景的小房屋拖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拖出来，都是大墨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前面重墨大墨，对不对？它的空间关系，哎，是不是空间关系就能体现出来？也是靠我们的墨的这种变化，哎，靠我们浓淡墨的变化。哎，下来，越向后是不是？我们越向后，这个墨呢，哎，越淡，哎，越向后，它的墨色越淡，它的空间关系，哎，处理的就越远，是不是？哎，它的空间关系处理的越远，所以说把这个墨我们要这个掌握好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掌握好，哎，到后面你看，在后面，比如说我们像后面再远的树丛，哎，再远的树丛，对吧？还有看接近清水的这种淡墨，哎，这是又一层，哎，又一层，对不对？就靠我们什么？不是靠颜色，是不是？我们靠的不是颜色，就靠的墨的那种，看由深到浅，哎，靠我们墨的这种层次变化，把我们的树丛，哎，这种远近的空间关系，哎，我们处理出来，哎，处理出来的远山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构图来说，我们近景的部分占了画面的2/3，哎，占了2/3，就是主要表现的地方啊。我们要重点体现表现的这景物，占的画面稍微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到了远山，相对来说就要压缩它，因为是远处的，是不是？远处的山，然后我们南方的山都是以什么？以丘陵为主，以丘陵为主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以丘陵为主，山峰圆润，哎，山峰圆润，它不是说高耸的山，哎，都是比较低矮圆润的山，它的山的这个起笔方法和我们前面山石的起笔方法也是一样的。来看一下啊，也是一样，先什么呀？先勾山石的轮廓，哎，先勾山石的轮廓，勾完轮廓以后，下边什么？它的结构，哎，它的结构线，
是不是？哎，先是钩的轮廓，然后做钩子的结构下来，看是不是？它的和我们前面山石一样的啊，也是先勾什么轮廓线，然后结构线勾出来。村的时候，相同的啊，也是相同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也是相同的位置。你看，村在的结构线的后面，哎，也是村在结构线的后面。我们和前面山石村的位置是相同的位置，只是表现的，对吧？表现的山的不同，一个是山石，一个是山峰，是不是？小山峰，但是它的用笔呀、用墨啊，它村的位置，哎，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这是我们远处山的中心位置，以这个位置为中心向后延伸。你看啊，我们开始向后延伸它的山脉，哎，延伸它的山脉，中锋下来，你看啊，中锋下来，哎，中侧锋并用，去村出。下边是什么？云雾啊，云雾部分，哎，云雾部分，你看对不对？它也是有什么蜿蜒崎岖的变化，虽然是小山峰啊，它也有山脉的走向，哎，山脉的走向，然后这就是什么？哎，山上的这个植被，是不是？哎，向山方向的植被过来，看它有植被覆盖山石的这个顶部，哎，山石的顶部，哎，看这是近处的啊，下面这个坡岸，还有什么呀？表现这个坡岸，还有水田，山脚下的水田，你看，用淡墨，我们画远景的时候，大家记住，画远景的时候，切记啊，没有重墨，都是以什么？以淡墨为主，哎，都是以淡墨为主。你看坡岸，然后前面是什么？水田，哎，前面是水田，看，哎，我们这个画面啊，是不是？虽然前面的画面占的位置很大啊，但是远处的远山，它和前面的树的衔接，是不是？看啊，靠近什么？靠这个坡岸和我们水田，哎，把它衔接在一起，哎，衔在一起，就是说我们画面要有连贯性，哎，画面要有连贯性。远处山峰，你看啊，对，你看我们画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构图也是，是吧？以美为主啊，以美为主。你看画面要漂亮，对不对？漂亮。常讲的，我们常讲什么？可游可居可观。哎，你画的画面至少来说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要舒服。看啊，山峰走向，这是我们远处山峰的中心位置啊。由这个位置向后延伸，向后延伸，然后看向右，它的山峰的走向是先向右，再向左。哎，它的山脉，对吧？一定要有一个
这种之字形的走向，还有我们蜿蜒的走向，就是左右左边右边山峰的这种来回的走，来回的走，不能说你就一条线过去，对不对？一条线过去没有变化，它的画面就不灵动，是不是？它就不灵动呆板。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，你看山峰是不是？一看它就有动态，它有动态。你看啊，勾出轮廓，勾到结构线，下面啊也是村的位置啊，你看还是啊按我们这个结构左右去村，看来一下，左边村2笔，右边村2笔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没有什么复杂的啊，没有什么复杂的。你看，左右啊，左右，只要把什么，把我们这个前面那个突出的地方，我们把它表现出来，是不是？把它表现出来。看左右去村，下来，你看下来是不是？你看整体的它的山的结构是不是也是啊？你看对比一下我们前面的山石，它也是啊，前面山石也是前左右3个块面结构，后面也是前面一个结构，左右是不是3个结构？到我们远山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它也是啊？前面一个结构，左右是不是1、2、3，它也是啊，和我们10分3面结构处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。你看过来，是不是它也是啊？处理出它的3个块面结构，山峰也是按我们山石的这个基本的分解方法去处理的。只是说就是山峰稍微高一点，前面山石稍微小一点。下边就是云雾的地方，云雾的地方，向后你看，对吧？向后延伸的话，我们向后延伸，它的山峰走向，向后远山，对吧？把远山衔接起来，把远山衔接起来，再向上，向上，看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山峰的走向，让它和我们说什么？气要连接起来，气要衔接起来。看山峰是不是？我们处理山峰的方法和我们前面处理山石的方法用笔，对吧？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掌握了啊，掌握了们这个技法，掌握了技法，怎样去勾，是不是？怎样去村，怎样去用笔，掌握它的方法。你看，不管处理山石，处理后边的山峰，都很随意，都很随意。就是说，基本的方法，我们这个山水来说啊，技法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技法很重要，掌握了技法来说，画什么都不难，只是说构图不同，山石形状不同，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，对吧？相同的笔法，用笔用墨，去处理不同的构图、不同的山石。
哎，都是一样的啊。哎，过来，远处的山峰，哎，少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少加一点淡墨，下来，你看到我们后边啊，远山下边处理云的地方，稍微的用淡墨，把下边啊山峰的下面用淡墨稍微的加一下，加一下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哎，把我们这个云的大致形状我们勾出来，你看，哎，把大致的形状我们用这个淡墨，哎，把它染出来先，哎，先染出来，这是我们哎大致云的这种形状啊，哎，大致云的形状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我们常见的小船水上的啊，哎，水上的小船画的江南水乡，对不对？水乡来说，常见的就是什么？交通工具就是小船。来一个，你看啊，这个水面，哎，我们在这个水面上位置啊，空白位置，画一个小船。画这个小船的时候，它点景先什么？先安排点景的啊，先安排点景的人物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先把点景的人物画出来，再画什么？哎，再画下边船的位置啊，船棚，哎，船棚，这是现代的一种画船的方法，哎，现代一种船的画法，船棚画出来，然后船身，你看啊，船身，它是向前面这个行船的啊，船的这种形状，哎，船舷，它的船舱位置，你看，哎，船舱位置，它这种透视关系呢，只看到了什么船棚的位置，船板，过来，竖线，代表什么？哎，代表我们船棚，哎，这向上走的啊，这个船只是向上走的船只，哎，船桨，哎，船桨画出来，哎，船桨画出来，你看，然后倒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倒影的地方用什么？用淡墨去画啊，哎，倒影的地方要用淡墨去画，先画什么？先画这个近处的小房屋，对吧？我们小房屋的这个倒影的地方向下，淡墨侧锋，你看，哎，淡墨侧锋去画，哎，画下来，这是房子的啊，房子倒影，小船的倒影，你看也是啊，顺着我们这个小船画出它的倒影，哎，它的倒影，侧锋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也是侧锋去画小船的倒影。
前面加一个山石，哎，过来，把我们这个树啊，把我们前面这棵树拖出来要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把它拖出来。山石的倒影，是不是？我们前面啊，前面小山石，哎，也要有倒影。侧锋大墨画下来，你看，哎，侧锋大墨画出倒影。远处的水田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远处的水田也是用大墨沿着我们水田的这个下边的结构，哎，画一点，哎，画一点倒影。用大墨画了以后，我们上色的时候，哎，它这个墨杆来说，就我们再去加的时候，颜色相对来说它就多一个层次啊，多一个层次。哎，远处啊，是不是？远处水田的倒影画出来。哎，然后云的大墨云形，我们用大墨把它哎点出来，是吧？用干笔啊，大墨干笔稍擦一下。它的云的形状，哎，是那种平的，哎，平流的那种云，平流云，不是说我们画这个大的山峰，是不是？它的云是滚动，哎，就是一层一层滚动的这种，它是比较平缓的啊，那种云，也比较平缓的那种云。哎，完成以后啊，点胎的地方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山峰点胎的地方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也有点胎，对吧？现代画也有点胎。你看啊，点的时候重墨，哎，重墨去点，和我们树的这种哎颜色稍微有点区别啊。你看点的时候，哎，稍加一点。你看也是啊，点在什么呀？啊，点在这个结构线交叉的地方，用重墨去点。哎，重墨去点，哎，稍加一点，是吧？稍加一点，近的地方我们稍加一点拍点。可以用什么？用这种，对吧？竖点，拍点分着什么？圆点、竖点、横点。哎，它分着啊，也分着这个不同的点胎的笔法。我们今天那个用的是什么？竖点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用竖点去点。它的画面，对不对？你生宣把这个墨的这种浓淡，对吧？浓淡干湿它的呈现的，哎，比较明显啊，比我们手宣啊、半生省呈现的比较明显。你看它的墨韵的变化，是不是在生宣上体现的比较明显？所以说啊，画现代来说，我们还是用什么生宣用的，对吧？用的比较多啊，都是以生宣为主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墨，对吧？你如果要湿的话，你上颜色，它不是说上一遍颜色，我们因为上颜色的话，你看上就是说，比如上小青绿吧，对不对？先要打底色，打完底色以后，后边覆盖三绿三青，然后还不是一遍，有时候我们要覆盖什么2遍3遍。如果你墨稿不干的话啊，它容易把什么？把我们的墨线，对吧？墨线就会冲开，冲开了以后，它的墨啊干不了以后，它就会颜色融在一起，就是说它画面啊比较脏。比如说，你看我们
这个山石留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还有我们山上留白的地方，哎，它都是什么？哎，要留出来，对吧？留出来光的地方、亮的地方。如果你墨稿没有干的话，很容易把画面，对吧？就会融在一起，画面就显脏啊，显脏就不是那么透亮的颜色啊。所以说，一定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上颜色。大家在家里画的时候，比如自己画的时候，如果着急上颜色的话，可以用什么？可以用吹风机啊，可以把它吹一下就可以。就属平常的墨就可以啊，平常的墨就可以，就是用这个平常的这个瓶装的那种墨就可以。用什么油烟墨，对吧？油烟墨，对，大家画的时候可以吹干啊，可以吹干。因为在直播间的话，我吹风机吹的时候，它噪音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稍微晾一下啊。这个时间我们稍微晾一下，晾一下以后，等它干了，我们去上色。这期间我们把这个颜色找一下啊，用什么颜色？你看啊，我们今天用的颜色是吧？赭石，哎，赭石藤黄花青，三青三绿，还是3种颜色啊，5种颜色，哎，5种颜色，藤黄、赭石、花青。然后三绿三青，三青用的比较少，三绿用的比较多，三绿用的比较多，所以说你看是常用的5种颜色。我们这着色的话，比如说浅酱来说，对吧？颜色用的还是比较少，就是赭石、藤黄、花青3种颜色就可以。我们画小青绿的话，也用的稍微多一点，多2个颜色，就是什么三绿三青。3绿3青，哎，把颜色我们调整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调色盘我们上色之前把调色盘也要什么？稍微的洗干净一下啊，把调色盘要洗干净。好了，开始上色，干了以后啊，你看我们怎么知道干不干？对吧？我们上墨重的地方，淡墨干的比较快。淡墨上干的比较快，就是我们什么重墨的地方啊。好的，重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干的稍微慢一点，它因为什么？它墨重，然后胶性比较大，它胶性比较大，干的稍微慢一点。我们先什么？哎，你感觉一下，用手一摸，它这个墨重的地方干了以后，它淡墨就肯定是也是干了啊，也是干了。所以说，稍微的，哎，摸一下重墨的地方，哎，干了以后，我们先调颜色。先调什么？先调赭石，哎，先调赭石，赭石，然后藤黄，看是不是？哎，赭石加一点藤黄，稍微调一点藤黄，淡墨，你看啊，赭石里边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哎，稍加一点淡墨，这样的颜色，你看赭石稍微加了点淡墨以后，它的颜色，对吧？它不就那么跳啊，比较柔和。看，哎，这是我们调的赭石颜色，稍微偏一点什么？偏一点黄色，是不是？稍微偏一点黄色。哎，调好以后，哎，上赭石，你看啊，上赭石，先上什么？树干，你看啊，树干的地方，哎，先用赭石复勾一下，来一点，
后面单钩的地方啊，我们树干单钩的地方也要用什么赭石去复钩一下啊，也用复钩一下。你看赭石，哎，复钩一下。哎，这是树干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树干的地方，赭石复钩一下。哎，来一点。然后我们台阶儿，台阶地方赭石，哎，复钩一下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你看，山石下边就是山石部分，也是先上什么？这是先上山石的暗部，大家记住啊，山石的暗部。看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上的颜色的位置啊，记住啊，这是我们上色的先后顺序，然后上色的位置啊，大家一定记住。着色的，我们开始上墨稿讲了什么？用笔的线的变化，用墨的浓淡墨的变化。下面着色的部分，着色的部分大家记住，先上赭石，这是第一遍啊，先上赭石。赭石的位置是在我们山石的暗部，哎，山石的暗部，你看，山石的暗部上赭石。远山，你看啊，远山，随着我们颜色加清水，大家记住啊，边上颜色，哎，我的颜色不要说太重，是不是？要加清水，加清水，调和，对吧？随着我们颜色加了清水以后，就会变淡，由深到浅，它的颜色变化。你看啊，到远山以后，哎，颜色变淡，因为远山的墨色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比我们近处的山石的墨色要浅一点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颜色也要随着墨的变化，也要变化啊，也要变化。不要说你前面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深，到后面颜色还是深的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深浅的变化，哎，一定要有深浅的变化。哎，它的位置，你看我们远山的位置，也是上色的位置，也是在山峰的暗部结构。哎，也是在山峰的暗部结构，它的位置是不是和前面山石的着色位置是一样的啊？这是我们上赭石，哎，先上赭石，你看，哎，先上赭石，哎，同学们，哎，是白的地方上什么？哎，我们白的地方上别的颜色啊，上别的颜色，哎，先上赭石。还有什么地方？哎，建筑房屋的地方也要有赭石。你看什么纸？小窗户，看啊，窗户的地方赭石。嗯，哎，也把赭石上一下。窗户的地方，还有啊，大家注意，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？你看啊，结构线，房屋的结构线，你看啊，我们有用赭石稍复勾一下，哎，稍复勾一下。
大家别忘了啊，这是这个我们画江南水乡，然后它的建筑这时要把这个结构线我去复构一下，你看啊，复构一下。我们一遍一层一层的画啊，不要着急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你看啊，上完以后，哎，这是上完以后，来下边上什么？哎，上我们山石的顶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暗部上了这个赭石，亮部呢，我再重新调个颜色，哎，重新调个颜色。对，现在上的是底色啊，现在上的是底色。哎，你看花青，对不对？用点花青，花青加什么？加藤黄啊，加藤黄，调一个浅绿色，哎，浅绿色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今天调的时候啊，我们的颜色对藤黄加这个赭石加藤黄，稍加点大墨，哎，稍加点大墨。这样调出来的赭石，你看这样调到赭石来说，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它比较什么柔和？它比较柔和，不像单纯的赭石，它特别火、特别燥那种颜色，特别火气。你看加了藤黄、加了淡墨以后，它的赭石的颜色是不是变得比较温和？是不是比较舒服啊？给人感觉这个颜色，赭石的颜色，哎，就比较舒服，不是单纯的那种，哎，单纯的那种。你看亮部啊，看暗部上了赭石，亮部花青调的浅绿色，哎，花青调的浅绿色，你看，哎，上在山石的顶部，哎，上在山石的顶部，它上色的时候也是啊，笔尖调墨，哎，笔尖调墨，你看，让这个浅绿色和赭石有个轻微的过渡啊，有个轻微的过渡。你看过来，它的赭石来说啊，你看现在被浅绿稍微覆盖一点，哎，稍微覆盖一点。到后面我们赭石就是不要留那么多了，就啊，它也是打底色的部分。远山，看颜色啊，蘸清水，蘸颜色，到远处的远山的地方，颜色就会变浅。哎，随着我们的颜色里边加清水，加清水，它的颜色就会随着清水的加入，颜色就会变浅，是不是？到后边，哎，就变浅。嗯，还有什么注意什么？哎，颜色不要太深，不要把这个墨线覆盖啊。对对，这个生宣来说比较适合什么？画现代山水啊，画现代山水，它呈现的笔墨变化要比这个生宣要丰富啊。你看，哎，颜色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也要变化啊，也要变化，越来越淡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
这是我们把山石的顶部，还有山的顶部，是不是上了啊？第二遍颜色，这是浅绿，这是浅绿。这个水田的地方，浅绿，上一下。哎，这是啊这一部分。然后下边就是什么？树叶的地方，看啊，树叶的地方，还是用什么花青？花青，哎，花青去染，花青加什么呀？加淡墨啊，加淡墨。哎，来一点淡墨，你看花青，调一点淡墨进去。调淡墨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前面，你看啊，我前面调这个赭石的颜色，是不是赭石加藤黄加了淡墨？尤其我们加淡墨的时候，一定注意什么？哎，要让墨和颜色，你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不要说你蘸了淡墨，是不是？你加到颜色里边，你就去上，你稍微的让它调和一下，让这淡墨和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你看啊，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才去上色，燃气再上色，一定要让它在这个颜色里边，在这个调色盘里边啊，充分的融合。充分的融合，你看，来一点，它也是笔尖去调颜色，笔尖去调颜色，你看。笔根会笔肚的地方是淡的颜色，笔尖的地方是重的颜色。重的颜色。现在不是三绿啊，不是三绿，我们现在是用的啊，花青加淡墨。花青加淡墨，同学们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啊。有知道的吗？我们现在上的颜色。现在上的这个墨青色是用什么颜色调在一起的？肯定有同学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告诉他啊，告诉大家，现在上的颜色墨青色是用什么调在一起的？两个颜色是不是？花青对，花青加淡墨，你看。所以说，我们每次上色之前，我一直强调，我今天我们上什么颜色？第一遍是吧？什么什么颜色调在一起的？然后顶部的颜色什么什么调在一起的？不是三青啊，不是三青，是花青加淡墨啊，花青加淡墨，大家记住啊，花青加淡墨。你看。你看花青加淡墨调的墨青色，这个墨青色用的来说啊比较多。你看啊，我们叶子的地方要用，云的地方也要用，远山，对吧？我们画去远处的远山的时候，也要用这个墨青色。这个墨青色，山顶的地方啊，下面我们上山顶的地方，我们再讲上什么颜色啊？一步步来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啊。要记住，它有一个顺序啊，1、2、3的先后顺序。第一步赭石，第二步浅绿，是不是？一定要一步步的来。看啊，随着我们墨的，对吧，由浓到淡的变化，颜色，看啊，来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调色盘里的颜色也是啊，随着清水的加入，颜色也是由深到浅的变化。
由深到浅的变化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它是也随着墨的浓淡，哎，颜色也要有深浅变化。这是上色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用色方法。哎，关键的用色方法不是说你调了调好一个墨色你就平涂，不是那样的啊！大家注意啊，不是那样的，是有深浅的变化。哎，有深浅的变化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前面的，对吧？颜色重，颜色稍微就重一点，就深一点。你看到后边，墨色变淡以后，我们颜色也是啊，变浅，哎，变浅。到后面，你看到后面以后，颜色更加浅一些，哎，颜色可以就是似显非显的啊。哎，你看淡淡的颜色，是不是随着墨的变化，它颜色也有深浅的变化？然后它这个树的距离，你看，对吧？它的树的空间关系就能拉开。前面你看啊，前面这棵树用藤黄加花青，哎，藤黄加花青，调个稍微的绿一点的啊，稍微绿一点的颜色，藤黄稍微多一点，花青少一点。你看啊，哎，少来一点。你看前面这棵树，让它对不对和后面的树分开，这是比较浅的一个绿色，就是用什么藤黄稍微多一点。你看，虽然我们用的颜色比较少，是不是？今天用的颜色就是5种颜色：赭石、藤黄、花青、三绿、三青。但是你看，它互相能调。这是藤黄会什么？藤黄会花青调的颜色。然后这也是花青和藤黄调的颜色。虽然是两种颜色，不同的比例产生不同的颜色变化。哎，不同的颜色变化。来一点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按它的比例调和成，对吧？你看，稍微深一点的绿色，就是发一点嫩的这种绿色，对吧？两种颜色就能产生不同的变化啊，不同的变化。瓦片儿，看啊，上瓦片也是，上面铺的瓦，调成什么？你看，调成一是浅的花青，哎，花青颜色，加什么？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加一点淡墨，你看，来一点，哎，向下，上一点，哎，浅浅的先上一点啊，浅浅的先上一点。开始上色的时候，注意什么？它的颜色不要太重，哎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要太重，因为我们到上色的时候，随着画面要调整，是吧？有深浅，你可以去调整。有的你上颜色一下子上的特别重，你想调整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法去做这个后期的调整？不是我们画一遍颜色就上好了啊。要想画面来说丰富，对吧？感觉画面这个好看来说，不是一遍上成的，哎，不是一遍上成的，它也是上了好多颜色，上了好多遍颜色才会产生这个效果啊。然后水面，你看啊，水面我们打湿一下，
哎，稍打湿一下，你看染水的时候，哎，稍打湿一下。现在染匀，哎，稍亮一下，染匀的地方把它打湿。哎，把它打湿。先画什么？你看，先把远山画出来。你看啊，先把远山画出来。哎，这是花青，还是用花青啊？看是不是花青加淡墨？和我们染树，对不对？染树叶是一样的颜色。远山，上来一点墨，稍加一点墨。花青加一点墨。这个加的时候也是加墨的时候，你看一定要让它那个墨呢和我们的颜色是不是哎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再去往画面上去着色，再去着色啊！不要说你加了墨你就直接上色，它还没融在一起。哎，再来一点，看啊，笔尖大家记住啊，画远山的时候，笔尖去蘸颜色，蘸这个墨青色，你看啊。哎，笔尖蘸墨青色，你看下来，它的笔根的地方是清水，你看，哎，笔根的地方是清水，笔尖的墨色稍微重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稍微重一点，这样去过渡啊。远山，哎，过来，哎，笔尖啊，每次都是笔尖去蘸颜色，一笔出来，它的颜色的深浅变化。哎，你看，一笔出来它的深浅变化，由深到浅，哎，由深到浅，这样的变化。云的地方，花青，哎，花青加什么？还是加淡墨啊？还是调就墨青色？这是常用的这个染云的颜色。你看，加一点。侧锋，哎，染云的时候看啊，侧锋颜色要淡啊，用笔要轻。记住啊，颜色呢？你看啊，颜色要淡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上的颜色淡淡的上出来。用笔呢？你看啊，用笔侧锋，轻轻的啊去染，哎，轻轻的去染，哎，轻轻的去染。这是染云的啊，两个重要的地方，颜色要淡，用笔要轻。看它的云是不是？哎，是种比较平缓的啊，比较平缓的那种云。我们前面画过这个黄山云海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的课里边有画的黄山云海，一个是水墨的，有着色的两种，然后云的方法也是，有一种是什么？画那种水墨的，它是用墨处理的云的啊云层，它也是一种方法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是什么？画那种黄山云海，我们画了一个带颜色的，它的也是用颜色去染云，
它的不同的颜色处理不同的云层都有讲解啊。你看我们现在画的这种云是什么？哎，平缓的这种云是怎样去处理？平缓的云怎么去处理啊？看过来，先淡淡的啊，淡淡的上一层墨青的颜色，哎，先淡淡的上一层，然后我们亮一下以后，我们再去加重它的颜色啊，局部再加重它的颜色。你下边上什么？上前面水面啊，你看水面的地方调一个水面的颜色，把这个花青染一下。这调色盘里边啊，有剩余的花青，我上的这个树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水面的颜色。水面的颜色，把笔洗干净。你看啊，水面颜色还是藤黄、花青啊。每次我上色之前啊，我现在要用什么颜色？是什么颜色？我先给大家讲。我今天比如说上水面用什么颜色，上石头用什么颜色，对不对？都先告诉大家啊。看，藤黄、花青，调个浅绿色，然后里边加什么呀？稍加一点三绿啊，藤黄、花青，然后再加个三绿啊，稍加点三绿。这是我们染水面的颜色。你看啊，调一点，加一点三绿。看一下啊，染水面有近景的地方，对吧？有近处的水面开始染。你看，先染什么？对吧？颜色重的时候，先把近景的水面染出来。先把近景的水面染出来。看打湿了以后，我们染出的水面是不是颜色过渡的很均匀？均匀。看由深到浅，颜色的过渡，你看是不是？过渡的非常细腻啊。这打湿了以后，我们上颜色，也好处理它的颜色过渡。进去的稍微深一点，你看向后加清水，是不是？边画边上颜色，我们边加清水，到后面，过渡过来，过渡过来，你看，看，颜色。远处的水面淡淡的啊，淡淡的绿色上一点，就是我们刚才调的这个颜色啊。淡淡的上一点。过来，你看，稍微深一点，稍微深一点。看，这是我们水面的颜色啊，水面的颜色。山石的地方，我们上来底色以后，你看啊，山石的地方把顶部上单纯的三绿，这个三绿也是啊，我们调的时候不要加别的颜色。顶部，稍来一点，你看，让顶部的颜色稍微让它深一点，让它稍微深一点，你看，稍微深一点。过来，你看，让颜色稍微深一点啊，顶部深，然后向下过渡的时候，
向下这过渡的时候，颜色是越来越浅。你看，让它有个变化啊，哎，有个变化。画的时候上色的时候，你看调好了以后，我们在调色盘把这个3滤调好以后，笔尖去蘸颜色，哎，笔尖蘸颜色，沿着我们结构线这样去染，你看，这样去染。远山也是，你看，沿着我们结构线啊，你看外轮廓线，这样去染。哎，这个整体上我们山石的颜色来说啊，就顶部颜色稍微深一点。你看过来，过渡过来，你看这样去上啊。哎，3滤的颜色，这个水田的地方也是啊，3滤去再加一遍。哎，3滤再加一遍。远山，哎，慢一点。上色的时候要注意它调色的，就我们调色的这个用笔啊，笔尖去调墨，不是去调色啊，不是调墨，笔尖去调颜色，笔尖颜色稍微深一点，你看啊，稍微深一点。染的时候我们用笔啊，看用笔的时候看，沿着我们这个结构线向下，哎，去染下来，它自然的产生一种颜色的深浅变化。哎，很自然产生有深浅变化。山的颜色我就是用3滤啊，它的单纯的3滤，没有别的颜色啊，单纯的3滤。现在，对，你看啊，哎，上来以后，哎，这个可是做什么？你看啊，再调颜色，云的地方，我们第一遍不是上了淡淡的云，对不对？哎，淡淡的云以后，稍来一点，再调一点这个墨青色啊，再调个墨青色，哎，再调个墨青色，你看，调了墨青色以后啊，加深的地方，哎，靠近山脚的地方，靠近山的地方，哎，稍来一点，哎，稍来一点深的颜色，哎，稍来点深的颜色。它这个是靠近山的地方，是吧？颜色稍微深一点。到我们云层中间的地方，哎，稍微浅一点啊，哎，稍微浅一点，哎，稍微浅一点，让它云有深有浅的一个过渡啊，有深有浅的一个过渡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地方，你看加一点远山。哎，这云的，对吧？云的变化是不是？哎，靠近山的地方，云层让它稍微厚一点。哎，厚的就是颜色稍微的加的深一点，稍微深一点。中间的云层薄的地方，就是淡淡的颜色渲染出来，淡淡颜色渲染出来。倒影，看水的倒影也是用这个墨青色啊。哎，水的倒影，墨青色，看常用的，是不是墨青的用的面积啊比较多？是不是？倒影、树叶，哎，房顶，是不是？房顶都是用这个墨青色去染啊。
哎，墨镜头起染。哎，这是3绿啊，3绿。局部你看远山的地方，我们加一点3青啊。远山和近景的山石部分，看为了什么呀？哎，为了和前面的树，哎，有个就是说颜色上的对比，稍微加一点这个3青啊，稍微加点3青。远山也是，你看远山也是在什么？在山石的山峰的顶部啊，哎，山峰的顶部来一点3青的颜色，哎，这是啊，我们颜色，对吧？基本上，哎，就是这个色调啊，基本上就是色调。这个近景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们近景的时候，它干了以后可以画点什么？同学刚才也说的啊，因为画的浮萍，看可以啊，可以画浮萍，用什么？用这个2绿、头绿都可以，对吧？就可以在这么水面上去画浮萍。是干了以后啊，现在不能画啊，那干了以后可以处理点这个水面的浮萍，都是可以的，哎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哎，整体的颜色，你看啊，整体颜色就是这样，以3绿为主。你看，整体上我们还是以3绿为主，对不对？3青只是加了个局部调整，远山山顶的地方加一点，还有前面什么？哎，前面那个小的石块加一点就行啊，不用大面的去加。淡墨的地方有颜色啊。有颜色，不是说单纯的淡墨，因为我们讲了啊，上色之前先讲了什么呀？先讲了它的颜色是根据我们墨的变化，墨的变化，你看墨有浓有淡，然后颜色呢也是根据我们墨的变化，有深有浅，有深有浅。后面的颜色，你看后面墨淡的时候，你上颜色不能上的太重，对不对？你上的太重以后，就会把我们的淡墨就会覆盖住，就透不过来。所以说，根据我们墨色的不同，颜色也要有深浅的变化。到后面淡墨的时候，我们颜色上的是，哎，淡淡的上一点啊，淡淡上一点，特别浅的颜色啊，特别浅的颜色。所以说上色的时候注意它的颜色深浅变化，根据我们墨的浓淡要有深浅的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有深浅的变化。还有我们看前面山石和后边远山，它的颜色也是有变化的。前面的蓝色颜色稍微重一点，远山的颜色稍微淡一点，根据墨的变化去上的啊。上颜色不要说就是什么平染、平涂，哎，不要平涂啊，一定要有深浅的变化。这是我们题款的位置，比较稍微小一点啊，也是在我们左上角的位置，左上角的位置去题的款。看你拿着吧，我记得写了一个啊，我看是不是啊？写了一个啊，哎，再来一个，你看大概的位置啊，我再给大家放一下啊，你看，哎，这是啊，这是我们上面题款的位置。这提了个什么？哎，提这个就是横款啊，横款，因为它的提款的位置稍微小一点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可以提什么？提一个小一点的横款，哎，按这个位置去提就可以啊，这个位置提可以。哎，根据什么？根据我们画面的你留的提款的位置是吧？大小，我们去安排提款字的安排啊。你比如说，现在我们左边的面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，可以提个竖款；上面面积稍微小一点，我们可以提个什么小的横款就可以啊。这提款的位置。